家好，欢迎大家回到我的频道。那么我们在上2期视频中已经讲到了如何通过学长学姐、通过教授、通过参加一些俱乐部的活动来进行 networking。那么我们会在本期视频中讲到最后2种 networking 的方式，就是如何通过做 volunteer 以及如何通过参加 job fair 来进行 networking。那么首先我们先来讲一讲如何通过做 volunteer 来进行 networking。首先我觉得美国的 volunteer 机会真的是蛮多的，然后我个人感觉 volunteer 可以分为2大类，一类是跟你专业相关的 volunteer 的活动，另外一类就是非专业相关的 volunteer 活动。首先我们来讲一下跟你专业相关的 volunteer 活动。因为我当时学的是 accounting 嘛，然后我觉得当时对我收益最大的一个 volunteer 的活动叫做 Ladder Up。Ladder Up 是一个非营利组织，它的主要的目的是帮助这个低收入人群来进行报税。因为我当时刚来的时候，我对美国的这个税务体系啊，然后整个的这个税法完全不是很了解，我就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可以让我来了解美国的这个报税流程。然后我就去参加了这个活动，然后我觉得整体来讲这个活动还算蛮正规的，它会有入职前的这个培训，然后几天的培训活动。参加完培训之后，我们还要通过一个考试，之后才可以正式的上岗。他们会把我们分到不同的 location， 然后跟客户进行1对1的交流，进而来帮助他们填写税表。当我们填好税表之后，我们还会有 senior 来帮我们 review 税表，来进而确保税表的正确性。所以我觉得整个的这个流程是非常的正规，以及这个流程也可以让我学到了整个这个美国的报税流程，然后以及一些税法相关的知识。我觉得这个活动不仅可以帮助我提高税务方面的知识，同时也帮助我可以在简历上放一些这个跟 accounting 跟 tax 相关的内容。而且与此同时，我还可以跟同行业的，像我们去报税的时候会有一些同学呀，或者是已经在职场上的 professional 来一起报税，所以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可以让我跟他们有这样的一个近距离的 networking 的机会。更重要的是，在我当时找实习的时候，我简历上其实东西并不是很多，但是我有这条 Ladder Up 的经历，然后我就被一个 PwC 的工作人员看中了这一项经历。他可能也以前参加过 Ladder Up 的活动，然后他知道这个活动对他的工作，对他现在的工作很有帮助，所以他当时跟我讲的是这个活动真的很好，我很开心你能参加过这样的活动。正是因为这个，然后我被选中了他们的这个实习的面试，然后进而我拿到了最终的实习 offer。而且我当时来美国仅仅有4个月的时间，所以我觉得真的是要不断的尝试，因为你不知道你的哪一项会被recruiter 或者是招聘单位最终看中。当然，除了这个 accounting 会有类似的 volunteer 的活动，其他专业也会有类似的 volunteer 的活动。像我知道这个计算机领域就有一个 volunteer 的活动叫做 Code for America， 然后它这个是个全国性的 volunteer 的活动，就是如果不管你的城市大小，你一定会找到这个组织。然后他们主要是有一些这个 tech 相关的 project 或者是 design 相关的 project。然后他们的服务对象主要是服务政府，而且他们的好处是，就是他们会根据你的 skill set 来给你分配不同的岗位。我觉得这样的活动会对那些同学，就是刚特别想转入这个 tech 领域的同学，以及刚开始 coding 的同学，会帮助蛮大的，因为你可以跟这个专业的 developer 或者是专业的 designer 一起在一个项目上，然后你可以通过跟他们交流来跟他们学习你感兴趣的领域，然后并且你最终可以把这个项目写在你的简历上。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值得去尝试的一个 volunteer 的机会。其实我觉得在美国的 volunteer 的机会真的是蛮多的。当你刚来的时候，当你简历还很空的时候，真的不要害怕去尝试任何东西，因为任何东西对你来说都是一个很好的机会。然后也不要因为 volunteer 不给钱就不去。我觉得我们现在着眼的是未来，然后希望这个 volunteer 的机会可以帮我们最终 land 一个 job offer， 然后而不是就是短暂的这个短期内的这个金钱的问题。所以我真的鼓励大家多去尝试，多去参加活动。好，那么最后一条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通过参加 job fair 来进行 networking。其实 job fair 不仅是一个非常好，就是找工作必去的一个地方，更是一个非常好的 networking 的渠道。
那么很多人可能刚来美国的时候会觉得我简历上还很空，什么都没有，我去 job fair 一定是当炮灰，那我去它干什么？我觉得千万不要这样想，因为 job fair 真的能给你带来很多很多的东西，然后能让你来提高你的 networking skill。那么 job fair 真正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呢？首先我觉得 job fair 是一个非常好的平台，我们可以来练习我们的 elevator pitch。对于不熟悉 elevator pitch 的同学， elevator pitch 就是一个通过在30秒左右的时间可以让雇主来了解你的这样的一个简短的对话。当你在参加一个 job fair 的时候，每一个对话都是开始于一个30秒的 elevator pitch，所以这个短短的30秒真的是对别人可以决定别人对你的第一印象如何。那么当然，这个30秒的 elevator pitch 的内容肯定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我说 job fair 是一个很好的平台，因为你可以跟不同的人来练习你的 elevator pitch。即便你可能觉得你拿不到 offer 或者拿不到任何的 interview， 但是你也可以练习你的 elevator pitch。与此同时，如果你是新生，如果你不了解怎么去说 elevator pitch，job fair 也是一个很好的平台，你可以听别人怎么说 elevator pitch， 进而提升你自己的 elevator pitch。 好，其次我觉得 job fair 是一个很好的平台，可以教会我们怎么去问问题，怎么去跟 professional 进行交流。当你 finish 你的 elevator pitch， 你难道真的要定在那等别人去问你问题吗？你可以完全问一个 follow-up question. Oh, this is about myself. How about you? How long have you been with the firm? How do you like the firm so far? Stuff like that. 这样的话，你就把它成功的转变成了一个对话的形式，而不是简单的这样的一问一答的这样的一个 style。然后之后，我觉得如果你有时间的话，最好你在去 job fair 之前可以做一些 research， 对不同的公司做好 research， 然后看看他们有什么样的 opening， 有没有适合自己的 opening。与此同时，你最好还要准备一些这个问题，针对不同的 level。因为去 job fair 的时候会有很多这个从 staff 甚至是 intern 到最终的 partner 都会去 job fair。当然你可能不会对每个人都问同样的问题。For example， 你可能遇到一个 first year staff， 你可能会问他how do you like your job so far? What's your typical day look like? What's your interview process? 然后这些问题都是可以问 first year staff， 但是你同样把这些问题问给一个 partner， 你问 partner 他的 interview process，partner 可能我觉得大多数 partner 可能会跟你说he's the first year staff, you can ask him about this question because he just experienced that。 然后我觉得你肯定不想错过这样的一个跟 partner 深聊的机会。如果你不想错过这样的机会的话，你最好就准备一些更适合 partner 的问题。你可以问 partner how long have you been with the firm？ 他如果跟你说很多年了之后，那你可以问他 What made you stay here for such a long time？ 然后让他夸他们的公司嘛。之后你可以问一些 What's the career path look like at your company？ 我觉得这些都是 partner 很愿意聊的。所以我觉得在去 job fair 之前，如果你从来没有去过 job fair， 想一想不同级别可以聊到一些什么样的话题，根据这个来准备一些自己的问题。如果你实在不知道问什么问题， job fair 就是一个很好的场所让你去 learn。 你可以听别人怎么问，然后进而来记下来嘛，然后下次来问同样的问题，问 partner 或者是问不同的级别的人。然后实在不行，你可以在会场上，你可以碰到你的同学，你可以问他你问了什么问题啊，然后人家怎么回答你的问题。我觉得这些都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可以让你就是学会怎么样去问问题，学会怎么样去跟 professional 进行交流。所以我觉得真的尽早的去参加 job fair， 不要 miss 任何的一个 job fair， 不要因为你简历上没有任何东西就不去参加任何一个 job fair。 我觉得 job fair 会永远给你带来很多意想不到的东西，所以去参加 job fair， 然后 learn from it， 然后1-2次 job fair 下来，你一定会大概问问题，一定会有一个方向。不要等到最后快毕业的时候再去 job fair。 前几次的这个 learning curve 都是一个很好的铺垫，都是为你最后拿到一个 interview 做准备的。与此同时呢，我们在 job fair 上还可以学到如何跟 recruiter 进行交流。那么有的时候其实很难避免跟他们进行交流了，但是 recruiter 能回答我们什么样的问题呢？如果你问 recruiter 一些技术性很强的问题，他们应该会把你 defer 给他们其他的 professional， 因为他们更侧重 recruiting 方向。
这就回到了我们刚才说的，就是大家准备好针对不同人要问不同的问题。问 recruiter 的话，我觉得首先第一点就是你通过跟 recruiter 的对话，你是一定能了解这个公司给不给你 sponsor 的。有的时候 recruiter 会主动问你这个问题，就是do you need sponsorship？ 然后如果你说 yes 的话，然后他可能会几种答案，就是unfortunately 我们公司今年不给 sponsor。然后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建议大家就是委婉的感谢他的时间，然后就可以 say 拜拜了。然后就可以跟其他的 professional 聊，因为你跟 recruiter， 你在跟他继续聊天也是浪费时间，因为他不能给你任何的有价值的东西。但是如果 recruiter 在这个面试，在整个的这个聊天过程中没有问你这个问题，你完全可以 assume， 就是这个公司是给你 sponsor 的，然后你可以继续问他一些其他的问题，像你可以问这个你们公司的申请截止日期是什么，你们公司这个在我们学校还有什么样的活动，公司的 culture 是什么，我觉得这些问题都可以问 recruiter， 而且他们都很愿意回答你这样的问题。当然，如果你事前已经知道了这个公司是不会给 sponsor 的，我觉得那你真的可以完全避免跟 recruiter 聊天，因为有的就是如果这个 recruiter 不是很 nice 的话，他可能都不太愿意跟你聊天，因为他觉得跟你聊天是浪费时间，因为他觉得你不可能去进入他们的公司。如果有一些 nice recruiter 可能跟你聊两句，然后问一下你要不要 sponsorship， 当你说了 no 之后，当你说了 yes 之后，也是 end of the conversation。所以我觉得你完全可以 skip 他们，进而去跟一些 professional 或者是 partner 进行聊天，因为他们partner 才是最终的 decision maker，recruiter 不是 decision maker，recruiter 只是一个执行者。partner 说什么 recruiter 做什么，所以你完全对于这样的公司，你完全可以避开 recruiter。然后，因为我有幸参加过一次，以甲方的身份参加过一次 job fair， 我是以就是招聘者的身份。然后当时 recruiter 跟我们说的是，如果你跟这个人聊得很开心，你觉得这个人很有前景，你可以在他背后，在他的简历背后标一个标记。如果你觉得这个人一般般，然后你可以标另外一个标记。如果你觉得这个人不够好，你可以标第3种不同的标记。然后他们会在整个这个job fair完成之后来翻看他们背面的简历，根据他们的标记来筛选他们想要 interview 的人。所以真的是跟你聊天的人最终能决定你能不能进入他们的 interview。准备好你的问题跟 partner 跟employee， 尤其是对于不给 sponsor 的公司，不要浪费太多的时间在 recruiter 身上。而且我觉得真的就是如果这个公司不给，就是你明令知道不给 sponsor， 或者是 recruiter 跟你讲他们不给 sponsor， 也不要放弃这个公司，因为每个公司都是有例外的。这个例外以前发生过，现在也正在发生，所以我觉得真的不要放弃。像我有听说有的朋友就是通过跟 partner 进行 networking， 最终拿到 offer， 即便他们公司明令不给 sponsorship。 当然如果一个 partner 喜欢你的话，我觉得 nothing is impossible， 所以不要放弃。而且像我现在在德勤嘛，我知道德勤有的部门是它的规定是 senior 以下不给 sponsorship， 但是确实是有例外。如果你是 senior 以下，如果你有 partner support you， 他们是会执行这个 exception 的。因为我们会有我们自己的这个律师团队，其实他们多加一个名额真的没有多加多少。如果 partner 觉得你是个人才，愿意在你身上投资的话，真的是 nothing is impossible。 所以大家不要放弃，大家真的是每个公司都去尝试，然后都去跟他们去 networking， 我觉得最终你一定能得到你想要的这个工作 offer。好啦，以上就是 networking 视频系列的全部内容啦。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不要忘了订阅、点赞，然后再打开你的小铃铛。如果你有任何问题的话，欢迎在 comment 下面留言，我会及时予以反馈。谢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啦，拜拜。